几天前还在喊脱钩就脱钩，我们不怕。可现在中国却似乎亲手递上了膝盖。中国商务部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，中方决定同意与美方进行接触。这不是妥协，是屈服；这不是谈判，是求和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已经没有退路。5月7日清晨7点15分，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，国务院副总理将赴瑞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谈，地点选在瑞士，话术精心设计，应邀访问，经贸牵头人会谈，全球期待，看似光鲜体面，实则是一次深深的弯腰。商务部接着补刀，中方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、中方利益、美国业界和消费者呼吁的基础上，同意接触。全球期待，美国消费者，说白了是害怕了，是慌乱了，是被现实打服了。2025年中美贸易战升级以来，这是中美最高级别经贸官员首次坐到一起谈。但这不是平等的对话，而是一方节节败退后的低头。为什么要低头？看看中国的出口数据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13.3%， 对美出口更是暴跌 18.2%。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3个月跌破荣枯线，大量中小工厂倒闭，东莞、佛山再现老板跑路潮。在川普4月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 145% 惩罚性关税后，中国外贸形势雪上加霜。华尔街日报痛快地总结，美国不再需要中国制造。中国却一边痛骂川普太狠，一边派出副总理飞去瑞士求谈判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这不是斗争中的周旋，而是一边挨打一边点头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怎么说？这将与缓和局势有关，而不是与重大贸易协议有关。意思是，美国根本没打算给中国什么实质回报，他们要的只是中国配合，中国别再吵闹，中国自己闭嘴。中国方面呢，对美方的信息进行了认真评估，在全球期待和美国业界呼吁的大意下，主动靠近，还不忘自我感动一番，这叫负责任的大国姿态。负责任，不如说是没办法。根据美国商务部5月发布的数据，2025年一季度，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比重仅为 11%， 创20年来新低。相比2017年高峰期的 22%， 几乎腰斩。美国正悄悄把产业链搬去越南、墨西哥、印度，甚至本土。从玩具到服装，从电器到家具，美国对中国制造开始断奶。谁在苦撑？只有中国。与此同时，美国3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暴涨至1405亿美元，是川普上台以来的最高点之一。美国也不好过，但他们敢加税，敢打压，敢脱钩。中国却只敢评估，只敢接触，只敢低声下气。还记得2018年中国的口号吗？以战止战，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核心利益。那是中国还有选择的时候。那时候人民币汇率还没跌破 7.2， 那时候房地产泡沫还没全面崩盘，那时候中概股还没在美股集体退市，那时候中国老百姓还有点钱，还有点希望。现在呢？恒大破产，碧桂园濒死，万科流血求生。上市公司2024年一季度利润暴跌 35%， 10家里有6家亏损。失业率真实数据早已远超公布的 5.2%， 青年失业率仍不敢公布。上亿家庭在房贷压力中挣扎，卖房还贷成了主流现象。在这种内忧外患中，中国还能有多少底气？中国经济已经不允许再硬气一次了。中美不是谈判，而是一次单方面的求饶。贝森特说，美国不想在纺织品和服装等领域彻底与中国脱钩，但半导体、
医药、钢铁这些战略产业必须回归美国。潜台词是，美国要中国继续做裤子，但芯片自己搞。美国想把中国变成低端制造的附属国，而中国似乎已经在朝这个方向顺从了。连人民日报都说，中方对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，中美经贸合作仍大有可为。大有可为，那为什么不敢公布4月份的进出口增长率？为什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 7.25， 接近2022年金融动荡水平？这些数据不需要美国人说，中国自己都看得明明白白。现在的中美接触更像是一场以挽救中国为名义的自我救赎。中国越快妥协，美国笑得越大。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，如今正在一寸一寸被肢解。美国动的恰恰是中国最不能承受的命门。川普打的不是关税，是中国的未来。2025年4月，川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145% 的惩罚性关税。这一刀比2018年那次更狠更准，目标直指3个方向：半导体掐死中国的科技脊梁，医药让中国永远当美国人的代工厂，钢铁和新能源彻底瓦解中国的产业竞争力。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第一季度暴跌 36%， 电动车出口因欧盟调查与美国打压双重夹击，增长几乎停滞。芯片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进口大幅减少，国内半导体制造链条陷入5米下垂。再看医药行业，据 IQVIA 数据显示，中国制药企业2025年第一季度对美出口下降 23.6%， 多种仿制药订单被转移至印度。中国还敢说自己是世界工厂吗？现在的中国更像是临时零件包，能用就用，不能用就扔。有人说中国还有内需，但真的有吗？来看几个扎心的数据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3.1%， 剔除通胀因素后几乎为零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到 2%， 而食品、医疗、房贷支出却上涨超过 6%。也就是说，人民的钱包越来越薄，消费意愿越来越低。政府还有钱吗？数据显示，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总额逼近40万亿，各地土地财政彻底熄火。一季度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暴跌 37.8%。江苏、山东、河南等财政大省都在裁减公职人员、冻结工资，甚至欠发奖金。过去中国说稳增长靠基建，现在连建的地皮都卖不出去，还怎么稳？唯一的底牌就剩技术储备，可连那点技术也被精准围剿。有人说中国有华为、中芯国际、比亚迪，可事实是，华为推出 Mate 70系列引发热议，但据 TechInsights 最新拆解，其麒麟9100芯片性能虽接近高通最新款，仍落后于苹果 A18 约2代，依赖国产供应链仍受限。中芯国际受美日和出口管制持续冲击，2025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52%， 7纳米制程 N+2 节点量产受阻，高端芯片生产能力瓶颈加剧。比亚迪海外扩张受挫，2025年3月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 45.3% 的反补贴关税，美国对华电动车关税提升至 100%， 导致比亚迪出口市场增长放缓。那些引以为豪的中国之光正遭遇围追堵截，这不是自主可控的胜利，而是一次次抬头及撞墙的苦战。连第一财经都承认，国产替代只存在于 PPT 中。有人会问，美国也有债务，他们也挺难的，为什么他们敢咄咄逼人？
因为美国手里有3张牌，而中国全都没有。第一张，美元霸权，全球80%的贸易结算仍以美元计价，美联储印钞，全球买单。2024年美债达34.8万亿美元，但全球投资者仍在抢购，中国已不是话语权掌控者，而是被割的角色。第二章，产业话语权，芯片设计，美国全球占比54%，中国不到4%。AI 基础模型市场，美国 OpenAI、Google、Anthropic 领跑全球，中国厂商仍陷在调深层面。制药专利、先进工艺、上游材料，美国全面占优。第三章，舆论主导权，中国企业在海外被制裁，美国主流媒体立即统一战线，中国却连经济真实数据都不敢公布，微博、知乎删帖成风。这是一个敢打、能打、会打的美国，对上一个能忍、不会反、怕反弹的中国。中国经济正陷入慢性死亡。中美这一轮接触不是合作，而是一种被动型自救，是一种能喘一口气就先喘一口气的挣扎。背后是中国经济系统性崩塌的真实图景，地方债务链濒临断裂，民营企业大量逃离，消费不振，青年躺平，楼市哑火，资本外逃。官方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、房地产销售数据，这是赤裸裸的避而不谈。普通人感受到的是，收入不涨，物价在涨，工作难找，生活更难，房子卖不掉，车子买不起，娃不敢生，病不敢看。这种窒息的现状不是美国打出来的，而是中国一步步维稳走出来的。中国还有希望吗？答案是有，但需要真正的觉醒与改革。中国不能再寄希望于美国心软，市场自我修复，人民继续忍耐。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信息公开，而不是自欺欺人；真正的改革行动，而不是喊口号；真正保护民营企业，而不是口头支持；真正打造产业链，而不是堆砌 KPI；真正把人当人，而不是当韭菜。这场中美接触或许是一次转机，但如果不改变，也会成为一次彻底的交代。不是中国经济被打败了，是中国自己把机会一点一点地放弃了。